好处是我们很多空运，因为我们在那里并没有所谓的仓库，所以在运输上面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在第一天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联系我们中东的客户群。好处是因为本来伊朗我们就不能做，伊朗本来就是一个禁运国家。Mossad 现在看到的状况是这样，我们觉得，因为这个事件还在初期，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它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也没有办法期待它会快或慢。那现在中东的状况就是大家现在还在观望，但是如果撇除这个事件，中东的市场是我们觉得未来3到5年最重要的高速发展市场之一，因为你们可以想象，第一个中东本来就有钱，在节能减碳的前提之下，中东每一个国家都要做转型，因为他们本来就做石油的，那所以他们一直要转型，所以转型就需要很多的新的建设，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很关注的区域。好处是我们很多空运，因为我们在那里并没有所谓的仓库，所以在运输上面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我们有代理商在中东的，所以那些代理商目前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他们是不是安全。那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的中东代理商目前都是安全的。我们中东的市场比较重要的客户其实是在沙特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卡达。这几个是相对也发展的比较快，那这几个目前都处在一个被波及到，但不是重要目标。那大家就是会先看看状况怎么样也要看一下各国政府的反应。我们在关税这个议题是相对是非常非常复杂的。OK， 我们也评估过在什么样的关税的这个前提之下，就是关税是多少%，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行动？ Okay. 但你看，本来说多少，然后又变成多少，现在又变多少，我觉得还不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我相信所有商业上面的所有的公司的领导者，应该都先把这个关税现在对关税造成的影响，这个起伏性，我觉得大家已经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担心。虽然它还在变动，但大家应该知道，大家都已经找到一个方法了。那我们是需要拆解一下，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是2大供应体系。现在的中国里面需要的我们的设备，我们还是用中国的我们有中国制造的部分。那其他区域现在都是台湾。那除此之外，对关税来讲，我们也是我们也做了蛮多的评估。我们在美国制造的可能性、印度制造的可能性，这个都有不断在评估中。那未来，因为必须说这个还不稳定，在不稳定的前提之下，马上做决策，我们觉得风险相对还高一点点，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关注。对。